大熊猫丁丁因扑倒奶妈事件一战成名，现在全网都在骂丁丁和奶妈。有人说是因为奶妈关门夹到了丁丁的手，才导致丁丁应激；也有人说是因为现场游客的尖叫声，才导致丁丁冲向奶妈。丁丁将奶妈扑倒后，可把奶妈吓得不轻。毕竟熊猫是熊，不是猫。幸好丁丁只是撕咬到了奶妈手臂上的护腕上，并没有对奶妈造成致命伤害。后面丁丁停止了攻击，奶妈也跑开了。也因此，丁丁事后被吓得直流口水，大口的吐着唾液。事后虫洞发文说，饲养员和丁丁身体都无大碍。经此事件，丁丁和奶妈遭到了网暴。实际上，虫洞的管理有缺陷，单今年就发生了多起熊猫饲养员操作失误事件。4月份，于可于爱也扑倒了饲养员奶妈，场面那叫一个惊险。奶妈当时估计魂都吓没了，眼神全是惊恐和无助。幸好2小只还小，最后奶爸出现，才化解了此次危机，让奶妈摆脱了于可与爱的纠缠。当时虫洞就发文说会吸取教训，防止类似事件发生。没过多久，莽晨晨走员工通道，又火了，直接缠着奶爸不让奶爸走。期间追赶奶爸时，还让奶爸摔了一跤，场面又惊险又搞笑的同时，不得不说虫洞管理真的有问题。熊猫是熊，不是猫，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。熊猫伤人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起了，不要因一时的疏忽而造成严重的后果。这次丁丁事件的发生，已经不记得是今年虫洞的第3次还是第4次了。希望虫洞真的谨记教训，举一反三。这天，萌兰爬到高处不敢下来，赶紧找妈妈寻求帮助。萌萌二话不说，爬到萌兰身边，准备营救孩子。就这样，在萌萌一边保护一边安抚下，萌兰才放心的往下落。最后，萌兰松开双手，安全落在了妈妈的怀抱中。萌萌接住萌兰的这一幕，真的要把我感动哭了。看到孩子安全落地后，萌萌这才放心离开。果然，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适合世界上每一种动物。到了第2天，我又再次被萌兰给感动了。当时萌兰正大口吃着笋笋，看到妈妈过来，正在找笋笋吃，萌兰赶紧把手中的笋笋给妈妈吃。萌兰真的太懂事了，这不就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母慈子孝吗？看到这，我自愧不如。看到妈妈有笋笋吃后，萌兰这才从新找笋笋吃。此刻的萌萌一边吃着笋笋，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，想必此刻他心里是非常暖的。他为自己有一个好儿子而感到幸福。到了外场后，萌兰抱着妈妈不放手，把头放在妈妈的身上，感受着妈妈怀抱的温暖，然后再送出自己的香吻，向妈妈表达自己的爱。萌兰和妈妈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萌萌在萌兰身边的时候，也是萌兰熊生最开心幸福的时刻。再次回看他们一起生活的画面，真的是幸福又温馨。熊猫金虎玩滑滑梯，撞完墙后根本不服，又来一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金虎看到飞云在玩滑滑梯，飞云在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敢动弹。当看到飞云朝着室内走去后，金虎这才敢学着飞云的动作玩滑滑梯，结果却出现了意外。当金虎第一次滑下去时，由于没掌握力度，直接就撞墙了。他当场就不服气，然后来到起点，又来了一次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就这样，他以相同的方式和姿势又撞了一次。本以为这下他该懵逼了，没想到看起来唯唯诺诺的他，第3次再次来到了原点。这下他真的被撞蒙圈了，连续3次以相同的方式撞墙。金虎，你也是没谁了。然后他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室内走去了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到了第2天时，怕撞脑袋，他玩滑滑梯再也不敢把头朝前了，然后用这种平躺的方式从滑滑梯上滑了下来。到了第3天，他依旧不敢把头朝前，看来第1天撞墙的疼对他来说那是历历在目。也对，即使撞屁股也没有撞脑袋疼。金虎虽然有点搞笑，但智商那是没得说。谁能想到在熊猫界拥有着金刚芭比的称呼，说他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却能一拳打死鲁智深的萌妹飞云，却是他们家族脾气最好的小熊。飞云的妈妈是不老女神菲菲，是出自有名的永巴家族。菲菲曾经还抓伤过饲养员，菲菲也是第一只因为脾气暴躁，基地不敢送出去打工的大熊猫。飞云的爸爸是暴脾气出了名的卢卢，卢卢是一只被救助的纯正野猫。卢卢脾气暴躁到他居住过的宿舍，其他大熊猫都不敢住。而飞云的姐妹喜乐，仅仅是因为坐椅子时不小心摔到了，
一怒之下就把椅子给扔沟里去了。而飞云除了揍金虎外，其他时候脾气都很稳定。奶爸把食物放在蜂笼里，明明可以一巴掌就给它拆坏掉，可飞云还是用了几分钟，温柔的只拆掉一根藤条。但吃竹子时，竹子带动了小黄鸭，小黄鸭掉了下来。飞云被吓到了，也只是把小黄鸭轻拍下去。加餐拿自己的食物时，飞云的熊掌都是轻轻温柔的。飞云不愧是脾气最好的小熊，就连拆家的时候也是，都拆出了大家闺秀的样子。飞云排碎纸鸡，微笑着咬一口，吐一口，一举一动都优雅至极。果然啊，长得美干什么都招人待见。是小时候福宝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他差点窒息，发出了狗叫声。幸好爷爷及时出现，对他进行了施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福宝学着宋爷爷爬树的动作，成功上了树。然而就在他下树时，突然出现了意外，脑袋直接卡在了树杈中间。因为当时的福宝还小，遇到事就比较慌，头卡住后，慌忙下他就用力往外拉扯，结果越拉扯卡得越严实，期间差点窒息，疼得发出了狗叫声。当时的游客还不知道情况，所以才发出了笑声。宋爷爷一看就不对劲，赶紧从树上下来施救。他扶起福宝的身体，用力的往上举。由于福宝太重又卡得太严实，忙碌了一会儿都还没有成功。可是时间就是生命，宋爷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最后在宋爷爷使出吃奶的劲后，终于把福宝的头给弄了出来。福宝头出来那一刻，他都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而且一脸全是惊恐的表情，看得出这次他真的吓坏了。宋爷爷将他放在地上后，他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。看到福宝的反应后，宋爷爷立马蹲下来，不停地抚摸福宝进行安慰。过了好一会，福宝都还处于惊恐中，然后宋爷爷就抱着福宝回家了，准备带回室内检查一番。后来检查得知，福宝并无大碍，就是吓坏了。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蒙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他当肉垫的。首先是庆小助他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他越狱。蒙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，他们不仅对蒙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蒙兰。如视频中，庆小知道蒙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他按摩，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蒙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蒙兰嘴唇发炎，庆小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蒙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京，至此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栋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蒙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栋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，而庆大和庆小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蒙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，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蒙兰最忠实的小弟庆小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，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3小只再次同框呀！